画面中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准备回家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幕，更不会想到自己会遭到分尸这种酷刑。熬上来之后，但她知道她不是一个完整的尸体。事情还得从2018年8月底开始说起。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公安局在中午11点接到报警电话，电话那头声称公山嘴水库漂浮着疑似人体的漂浮。警方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，他们在水面上看到了一个灰色毛毯，将其打捞上来后发现毛毯里面包裹着一些碎块。这走起来看一下，把它拽下了，这样来看哪有伤？完全打捞上来之后，但他知道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尸体。随后警方又打捞上来了一个粉色的整理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少量血迹，并且发现了一把菜刀。在整理箱附近还有漂浮着一些婴儿用品。随后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，发现路边有几处拖擦的痕迹，然而公路距离水面还有27米的距离，因此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将尸块放进整理箱之后直接推入水面，但是因为撞击和高度问题，原本密封的整理箱被摔开了，所以里面的尸块漂浮在了水面上。回到局里后，警方对死者进行尸检，确定被害人为处于哺乳期的女性，死亡原因是生前头部遭受重创，导致颅骨骨折、脑部重度损伤死亡，并且发现被害人生前没有任何抵抗的痕迹，没有抵抗伤，这说明嫌疑人跟被害人应该他俩关系比较亲密或者是熟悉的人。被害人的脖子还被一根尼龙绳绕颈缠绕着，法医鉴定脖子上的勒痕不是生前导致的，因此警方怀疑嫌疑人是害怕被害人还活着，所以就用这根尼龙绳企图给他造成2次伤害。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法表明，嫌疑人和被害者之间充满了仇恨。为了尽快查明这起案件，警方召开了案情分析会。对于这种分尸案件，基本上都是由第一犯罪现场、第二、第三现场进行抛尸，因此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查找尸源。于是警方整理了被害人的基本特征，最明显的特征是被害人额头上有一大一小2颗痣，其次他还有过美甲、纹眉、染发等行为，所以被害者生前应该是一名爱打扮的都市女性。得到这些线索后，警方在全县范围发布了协查通告，不久就得到了有关线索。一个美甲店的经理告诉警方，通报上面的女人叫做刘莹，经常来他们店里做美甲，最后一次光顾的时候是5月份，当时刘莹已经有8个月的身孕。这条线索对于警方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她很有可能在7月份左右前往医院生产。于是警方便对各大医院进行排查。很快警方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，建昌县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表示7月14号确实有名叫做刘莹的女人在医院有住院登记，并且在她住院的时候，有名男子始终陪在身边，男子叫做王少利。他在刘莹的手术通知单上签过字，并且在通知单上显示2人是夫妻关系。于是警方很快就对王少利进行调查。个人资料显示，该男子确实结过婚，但是结婚证上的女子并不是刘莹。刘莹的个人资料显示，她在几年前就已经离婚，现在是处于单身状态。这也就说明王少利和刘莹之间是情人关系。随后警方调取了刘莹的通话记录，发现最后一通电话是刘莹拨给王少利的，也就是说王少利是刘莹最后一次联系的人。那么他会不会是杀害刘莹的凶手呢？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准备回家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幕，更不会想到自己会遭到分尸这种酷刑。经调查发现，被害者名叫刘莹，与王少利是情人关系，并且刘莹在生前给王少利通过电话，也就是说王少利是最后一个接触被害人的人，因此警方怀疑王少利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随后警方查到了他的家庭住址，不能直接处理他，因为从一些证据来看还不能确定王少利就是本案的作案人。随后警方对王少利所居住的小区进行秘密调查，却发现王少利并不在家，只有他的原配妻子在家里带着小孩，因此刘莹并没有居住在这个小区。那么王少利去了哪里？难道他真的是杀害刘莹的凶手？刘莹的住所又在哪里呢？为了调查真相，警方决定兵分2路。
一方面调查刘莹的住所，另一方面寻找王少丽的下落。而找到刘莹是住所非常重要，因为警方认为她的住处很有可能是第一现场。案发后27个小时，警方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一个女的，她就在这个群里说这个女的我认识，原来我给她催过乳。这个女人是母婴店的经理，她表示被害人刘莹经常会在店里买母婴用品。最后一次见到刘莹是在8月29日，当时是王少丽陪她一起去的。两人做完护理后就走了。但那就是她老公呢，就开着一个红色的2厢那个小车，把她送到我们店里。后来她老公就把她接走了。然后当时是我亲自还给她送出去了。警方得知这一线索，立即调取了当天的道路监控。画面中这辆红色小轿车就是刘莹当天乘坐的车辆。经过辨认确定，轿车的驾驶员就是王少丽。随后，母婴店经理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。他曾经取货刘莹家帮忙催过乳，也就是说，他知道刘莹家的具体位置，留了刘莹当时居住的小区单元，然后咱们确定了刘莹的居住地。随后，警方立即来到了刘莹生前所居住的地方，并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。监控显示，刘莹最后去母婴店的那天下午1点06分，她和王少丽一起走进小区，可以看到。当时刘莹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，然而她走进小区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紧接着，警方调取了小区附近的监控，发现王少丽的红色轿车在8月31号早上6点08分出现在公路上。监控显示，王少丽驾驶车辆进入公山嘴水库现场。半个小时后，王少丽的车辆再次进入监控，返回建昌县城。在他回到县城的4个小时后，警方就接到了报警电话，因此王少丽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于是警方在刘莹生前居住的小区和王少丽所居住的小区布控了警力。案发第29个小时，王少丽乘坐3轮车回到刘莹生前居住的小区，下车后他东张西望，似乎是想要确认四周有没有人。确认没人后，他不紧不慢地走进小区。殊不知现在的他成为了警方的监控对象。日后我们调好准备上铐，然后这等着都不要动。15分钟后，他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走出，一看到王少丽，民警立即冲上去将他控制住。就这样，王少丽被成功抓获。他心里当时直接就崩溃了，他没有想到警方会这么快就把他找到了。紧接着，警方在王少丽手中的塑料袋里翻出了刘莹的身份证和驾驶证，以及2人一同拍摄的照片。在审讯过程中，王少丽供述，被警方抓获时，他刚想去销毁物证。2个小时前，他完成了最后一次抛尸。那么他杀害刘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然而现在警方最想知道的是，那个出生不到2个月的婴儿在哪？可是王少丽的回答仍所有人都感到痛心。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准备回家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幕，更不会想到自己会遭到分尸这种酷刑。经过排查后发现，王少丽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。当警察询问孩子在哪时，他说孩子已经去世了。那么王少丽策划这起案件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值得让他连不到2个月的婴儿都不放过。在王少丽的供述中得知，他4年前在河南做工程，并认识了在足疗店上班的刘莹。他和这个刘莹认识是在这个30年前，他在这个河南搞工程的时候认识的，条件不错，在我们县城内属于中上等了。因为王少丽的做工程的，所以难免四处奔波。他和刘莹认识之后，对方就不管他去哪都跟着。但是当时刘莹还没有和丈夫离婚，并且还有2个孩子。刚和刘莹在一起的时候，王少丽就表示，2人在一起的这件事情不能尽影响彼此的婚姻，更不能因此离婚。刘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少丽。然而2人相处时间一长，刘莹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后来发现又想跟我来又想让我们在这个到定的是没问题的来的，就有点难的，就想离开了。而王少丽则坚持之前的约定。原来在2人交往期间，
刘莹多次提出想和王少丽要个孩子，但是王少丽害怕对家人和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，所以刘莹连续做了3次流产手术。2017年年底，刘莹突然告诉王少丽，她和丈夫离婚了。然而王少丽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不乐意了，刘莹肯定会想尽办法缠着她。其实从王少丽的内心来说，她是不愿意跟刘莹结婚的。谁知流产3次的刘莹再次怀孕，这一次她坚决不做引流手术，就走了。这孩子生下来之后不用你管，我把这孩子带回河南老家我去养。眼看刘莹十分坚持，王少丽不得不同意让她把孩子生下来。但是王少丽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在刘莹怀孕期间她会负责照顾，但是在孩子满月之后，她就必须带着孩子回河南老家，并且在分开之后不再联系。对此刘莹也答应了下来。2018年3月结束了河北工程项目的王少丽，为了照顾怀孕的刘莹，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附近不足2公里的地方租了一间房，要求她24小时陪伴她，而且不论是王少丽走到哪儿，必须得向她告诉一声在什么位置，俩人还得视频。如果他是不视频，他就认为王少丽跟他说谎。刘莹在建昌没有一个亲朋好友，父母也在得知王少丽的家庭情况后，不愿意过来照顾怀孕的刘莹，因此背井离乡的她极度缺乏安全感。这个半年实在是受不了，早这个不是这么写的，不这个家长好多气人，这家长给他当气人，只要吃饭一个8点半平时得早喊，到10点半回家，晚上7点吃完饭。非说8点半喝什么点，这还是不跟家长而且说天天在想跟家里想。2018年8月，孩子已经快满月了，实在受不了的王少丽心想，自己终于快要结束这种生活了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刘莹并没有要回河南的想法，甚至要求王少丽和现任妻子离婚，和自己重新组建一个家庭。如果不答应，他就带着孩子去王少丽家里闹。事实证明，刘莹真的是说到做到。王少丽好几次出门都能看到刘莹在门口蹲点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王少丽很是苦恼，甚至彻夜难眠。8月29日下午1点，王少丽开车在母婴店接走刘莹，两人很快就到了租住的小区。一想起最近发生的事情，王少丽就感到十分郁闷，于是晚上喝了点酒，两人再次因为结婚的事情大吵一架。由于争吵的声音太大，原本熟睡的孩子也被吵醒了，于是刘莹起身进屋哄孩子。正是这个时候，王少丽起了恻隐之心，刘莹回到这个卧室去哄那个男婴睡觉去了。在安抚孩子的过程当中，刘莹应该也是半睡或熟睡的状态。王少丽这个时候就起了杀机了，于是他拿起家里的斧子，对着刘莹的头部猛击多次。随后警方又在水库打捞了王少丽行凶的武器。刘莹死后，一旁孩子的哭闹声很大，王少丽怕引来邻居的注意，就顺手拿起被子盖在孩子身上。第二天发现这个不足2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死亡。最后事情真相大白，在审讯过程中，王少丽表示很对不起那对母子。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王少丽在行凶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理智，甚至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杀害了。说到底，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源于当初王少丽突破了道德底线，最后才会将两人都被推入危险的境地，还搭上了一个幼小的生命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对此大家有怎样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